亲爱的来宾，亲爱的朋友，广大的粤剧爱好者们，大家晚上好。首先呢，欢迎大家来到逸夫舞台，我们大家欢聚一堂，来观看纪念中国粤剧100年的纪念演出。是的，非常荣幸能够和我们的广大粤剧朋友们共享这盛世。我是主持人肖亚，我是主持人陶海。穿的这身戏装，大家也许都不认得了吧？给我们一些鼓励好吗？掌声热烈一点，谢谢各位。当然了，今天晚上我相信大家的掌声呢，不是为我们俩准备的，是为我们粤剧100年而准备的。是的，那么今天我们着意的穿了这套戏装，让我们一起把我们的思绪追溯到1个世纪以前，100年的辉煌。是的，让我们把起点看个清楚。那么应该说，在1个世纪之前，在美丽的旦夕之滨，那么一群这个说唱艺人，他们呢偶然之间走到了一起，登上了草台班。是的，从此呢，我们中国戏曲百花园地当中的一朵奇葩，就是粤剧啊诞生了。那么从1917年粤剧进入上海，算起来到今年是整整90个年头了。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我们和上海这座城市呢，一起见证了粤剧的发展，从最早的男班时期发展到了女子文戏时期，又从女子文戏时期呢发展到了新粤剧时期，直至成为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剧种。那么今天呢，我们在逸夫舞台共同举办的是庆祝中国粤剧100年演唱会，和我们的广大粤剧爱好者们共同来庆贺粤剧100年的华诞。我们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献给粤剧100年。谢谢广大的粤剧迷们，谢谢你们。那么对于粤剧来说呢，唱腔当然是标志性的。小雅，你知不知道，在这个粤剧刚刚诞生的时候啊，都是男班的天下，称为小歌班。一点都不错，当时都是男演员来演唱的。对，那个时候粤剧男演员演唱的时候呢，非常的简单，没有丝弦。就是靠手里的一副鼓板，所以呢，演唱的时候呢，那个声音就跌跌哆跌跌哆跌哆跌哆。所以我们老上海才晓得的，粤剧最早叫啥？大家一道讲好吧？叫跌哆板，对吧？我们再想一点，1、2、3。多呗，谢谢各位，老有味道的，非常有特色。普通话这么说啊？帝都班嘛，帝都班对，跌多呗啊。所以呢，今天呢，首先呢，就有请我们粤剧舞台的5位优秀的男演员，带着我们一起追本溯源，来感受一下男班粤剧时期的演唱风貌。下面我们就来慢慢的欣赏。大家掌声响起，谢谢各位。李阿东，是讲那个是敲门了吧？敲门嘞！李阿东啊，快点开闸吵起啊！好来噻。8月13回家多，我的名字叫李阿东，父母双早死过嘛，贫富才产存接了我。从小农村来长大嘛，有钱人家上工做，那里做来夜里做嘛，想我的人真苦累工爱当菜呀，是工是公牛爱当菜，公牛公菜上我那里做来夜里做嘛，想我的人真苦累工爱当菜呀，是公是公牛爱当菜，公牛公菜上我阿杜啊，你去当啥吵起？我去的。韩师傅，哎呀，那说不做人真这样哈个铃个铃铃个郎你
你啊晓得我公公是哪年呀啦？每日天亮来呀去呀搞，手头花了田房里，上班跑到花湾道。遇见一个老头子，对呀公公多啊要啊好啊个铃个铃铃个郎啊哎呀，他听到天都大，东有望来西有望，游来游去是没啥好。一遇到月宫啊里，看见一个月亮婆婆说不是个泥鳅条，我公公手太太向月亮婆婆讨来一根那个说不是个泥呀鳅啊条啊个铃个铃铃个郎啊哎哦，出了一座无事啊个门，就去抢龙骨啊一拉筋。哦，前面有点闹盈盈嘛，后面有说浪清啊清。再过一入来过啊个门，门前两个关门人嘛，难道就是出来过啊门啊？啊个铃个铃铃个咿呀哎！为我妈妈，为我妈妈！哎呦！三叔伯啊！哎，弄懂啥人讨项目个啦？究竟姑娘你家公公真啊不拉好，三块老来真啊挂掉，踩了我这头毛啊毛，还是杀脱的黄毛毛，不是一只黄毛毛啊，这么单纯毛呀？哦，不是单纯毛啊，这么双层毛？哦，不是双层毛啊，这么哪个未必金丝毛的呢？一直不出金啊是啊毛，金丝毛来真啊宝，惠州朝凤吃过宝，银子换过3000条，3000条银子我发拉马条，日里干净条，哦，夜到半元宝，陪我银子3000条，万不是天来啦心拉条。不为我银子3000条，嘿嘿，看看我们老太婆啊，不听老爷与我接来想，做上子来当官高，高农公公也是老的10来年老，手干一手老么月里也要高，福利嘛也要高，哦哟，生理也要高。南京也要高，北京也要高，我们统统要啊去呀高，高你呀有钱公公手干喽，陪我银子到怕了，事实不为我啊人啊子，看看我们老太婆，团圈要说你呀对闹，拉银飞过不拉跟我。团圈这个我要考，劝劝你们就进了，公公跟你去呀圈圈，陪我银子3000条，一让日起来了心拉掉，不陪我银子3000条，要去搞那个要去呀搞。我带走。
讨白派，啥讨白派来着？我是讨白派啊，我是高考派啊。对。讨白派来家伙派，出缺伤人不应啊给。像我自从来到此，左右琢磨样样啊来，夜里混到夜晚啊混，7点人啊人要菜，搿么侬自家不是个滚电当中困到老爱爬起来，碰着女人手里面看见现在两岸菜，动不动看看就是家伙派。我看侬还不过给自己个驱动啊，拜个零我一零我一郎哎。哎呀，又换了服装了啊，就是喜气洋洋啊。是的。哎，小雅，年代也变化了。应该说，我们从听越剧开始啊，听的就是女子越剧。对。但是听了我们这种从乡土吹来的一阵清风，这个男班越剧之后，你的感觉怎么样？是，确实好像回到了当年这个农村草台这个演唱的这个现场，着实和现在我们看到的越剧天差地别，那当然味道完全不一样了。这是越剧100年发展历史当中的第一个阶段嘛？是的，据这个历史记载呢，1923年呢，在我们浙江嵊县呢，诞生了第一批这个女子越剧班。是的。啊，当时的这个花山鼻祖啊，施银花呢，也在其中。是的。而且呢，他就是根据不同的这个，为了适合女调的这个演唱呢，创作了这个四宫调，又叫四宫腔。哎呀，四宫调、四宫腔的创立可是非同小可啊！它解决了这个女子越剧发展中的最根本问题，就是唱腔问题。是的，男调女怎么唱，对不对？对。所以呢，也迎来了女子越剧发展的一个新时期。一点不错。那么今天呢，我想可以大家在这个追溯历史的过程当中来梳理一下越剧的发展进程，从唱腔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那是当然了，当时呢可以说是发展起了一批女班艺人。那么最出名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三花一娟，对不对？三花一娟。这三花呢是指施银花。这个赵瑞花，还有王杏花，一娟呢是越剧皇后姚水娟，一点都不错，对不对？还有一位演员叫小白玉梅，演唱也非常有特色。今天大家可以再感受当年这些女旦角的一些风采了。好的，那么掌声响起，我们请出我们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为大家带来这一时期的女子四宫调的集锦。好，大家掌声鼓励，谢谢各位。对哇。篱笆
下石头开酸啊糯真啊。
不要花心啊！我在廊下洗布啊走啊哭啊呀，海边上听得雨声声哭啊，那边原来是虎牢，为我听见雨哭啊声。难道是有人找不赢？我停下步来听一听。哎，我普天下的叫居民，难道此地无好人？并非本土推文明。为百姓远走海洋深，才能救母出虎牢？我定要自甘弥补良民。听他一番吩咐啊，天上的人儿也放心。我是报效不报效，举人的性命是理该应。何况大人是为关心，他自保自甘为良民。要的用养，多少穷人陪你，多少的女子上半身，大人这是要受冤死，百姓的冤枉哪顾生？他是可比中进巨人不惜命，我也想袖手旁观不该应。我是觉得大人是恶报，我粉身碎骨也关心。也罢，我也想跑着他天翻。我宁要去这世道黄杨城。阿喏，为人在世嘛，一定要有才有志，有得起啊，有得吃。侬嫁到马家去呢，娘把侬想想是多少个为侬啊喏。空空名叫马蹄花，鱼呀城里发功劳呀如真啊堂，田园产业披天上，八里个房院是称大王，开起那一日不办自保店，二在此办水呀断账。一日不平家正行，三落木头大面行。乱不识货个做草地，九碗三是毛竹缸，东边西边田长，山阳水里外开那七万个人来把看当屋里天个打工专工不拿钱呀做，下头是女非勇敢，
两个乌头碰水碗，哎呀，两个乌头灯笼来送茶汤。两个乌头来梳妆，啊，两个乌头替侬来洗衣裳。八个乌头不是侬，阿来侬一只好飞鸟采望。侬到仔细想想看，搿种介个人家是啊，我光。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小白玉梅赖婚记的一个片段，是的，这个四宫调也是魅力无穷啊。刚才已经提及了很多这个四宫调时期的这个名旦啊，是，还提及到了我们的这个越剧皇后姚水娟，是啊，她可以说是我们越剧这个可以说是改革的先驱了，改良先驱。好，啊，原来可以这么说啊，我们就要掌声请出大家非常熟悉的啊这个。七派的传人金靖啊，为我们带来一段越剧皇后这个姚水娟的唱段。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请出大家非常熟悉的王派传人王志平来为大家呢演唱一段大家也非常熟悉的啊小丹桂的唱段。好，那么先有请金靖，有请金靖来了，有请。哎呀，金靖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七派花旦啊，这个姚水娟的唱腔。你原来接触过吗？是啊，没有。那么今天你准备唱的是哪一出呢？我的戏也来了，穿上戏装是不是？有点像京剧啊。把大下了越剧啊。越剧应该怎么讲？你唱，怎么说来？你要唱哪一出戏呢？哎，唱哪一出啊？今天是唱姚水娟老师拿手戏那个《泪洒相思地》片段。哦，这出戏我知道。特别有一个唱段。我为他，对啊，我为他。原来呢，这个本身的剧本里是8句，到了姚水娟老师那里，不断的增长，变成了18句。是的，一句一个好，一句一个惨，是这样吗？是的，当时还成为一个佳话了。那今天准备将这姚水娟老师当年的风采在舞台上展示。好，我们请金靖做准备。请准备啊！我们一会儿就听着精彩的18句。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演唱会就是循着越剧的发展的踪迹，我们不断的来了解越剧，更多的让我们激发对越剧的热爱。当然是这样。那么在我们的金靖唱完了姚水娟的这一段这个泪洒相思地之后呢，我们将听到的是王志平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位这个四宫调时期非常著名的女艺人，就是小丹桂的一段非常著名的唱段。我们现在可以听到这个录音啊，就是烤红的一个片段，大家掌声鼓励一下他们。我们一起来欣赏。小姐呀，小姐几次是命啊亮，我也不必再细讲，不愿他抛弃我。只愿自己少子啊长，我也是个官家女，只有读过4几章，临是个贞洁女，不应该私下定鸳鸯。因此被人看不起，将我当作路驴呀样，真是一世做的千古恨，这样回头就8年呀长，在我自己无知意，在他心上也是。他叫了俺，
他不该当初以比喻来骗我道他心好比我一拉样，那是一曲无消息，看来我也在老是忘断上。夫人不要宣了归婿，且请息怒，听红娘说哪来讲。雅君真真听啊真虚，小姐换杯追你呀对，本是哥哥并在上，我儿人瞒着夫人去呀问。你们到书房，他说什么啊？他知道夫人近来恩多对，爱着他一场欢喜别有趣，叫红娘献出四娃娃，小姐是生落对呀。哎呀，小弟人呐，她是一个女儿家，怎可一人落儿呢？他儿人绵绵思女难分手，眼里应具今生明来恩去一两月，夜夜思望结冰啊头，一伤心一两相对，夫人啊，你得放手思切吧手呀。今日我已成了局，其间我别苦在呀去。都是你的小弟人。此事非关张生小妻红娘之事，乃是老夫人之故也。小弟人呐，怎么是我之故啊？心在人之根本，人而无心，大不可言。当着这兵为父啊去，夫人是一句不见离丝缕，深夜能将这兵退，愿将小妻结乱局，张生既然应了命，只为小妻平闹局呀。自叫好雨生苦啊关，他等忠心君呀呀对，今朝夫人出了线，为他前言离不拉锯，既然不听婚姻许，就已经他叫他走，不该留于寺院内，愿女狂夫当自谁，张生是恩与人伴最多，相思病中命难居呀。小鸡空啼少不成，再到死亡两句美，难怪女叫是拉亲，夫人何必多嘴呀对，倘若传扬当瓦壁，相国门庭取名律，盼望夫人迎皇帝，万计大事回去呀。我
我定要把这广生告到官府。哎呀，倘若告到官府，老夫人岂有自家不念之罪过？一个文章吹嘘，一个子女为伴头，一那个同吃三角并距离，一那个小情鸟来与子啊飞，天生一对苦人儿，王夫人苦须变大子呀。谢谢两位的演唱。是，今天两位的演唱呢，跟平时我们听到的这个京晋的七派和这个王志平的王派啊，那都是迥然不同啊！我们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谢谢。谢谢。刚才呢，我们欣赏的是这个越剧四宫调时期的一组唱腔。是的，非常明显。当时啊，这个越剧的格局啊，还是以这个旦角为主的，一点都不错。对。那么在旦角领军的那个时代呢，乐坛同时呢也诞生了一批女小生名角儿。对，也有几位代表人物。是的，比如说这个涂杏花、马章花，就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人物。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要请出我们现在的小生的代表人物钱惠丽。以及我们的小生新秀张雨峰为我们带来涂杏花和马章花的代表曲目。那在这里要解释一下，待会儿的我们会听到的就是钱惠丽为我们演唱的一段桑园访妻。没错，就是何文秀的片段。但是这不同于我们非常熟悉的影派唱腔，而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大家掌声响起。待儿长相，为我来逢解与娃人，可怜娘亲进城去，伤心归到他人哎，千夫万婚看看他们哇哇叫，只见是领出郎来军，见娇儿好似卷绒缎里，只见他上元节的王子啊。相拥娃照明对呀，叫声子令心中的，他送大爹娘好运，他劝为娘定烈酒，临山手我金儿走。在地无雨上上古从不走，端阳无影永往走啊！夜莺金丝问他的，为娘到草林山走。我总要把娘
十指房，夫妻天上与地，就才知道一娃儿女把娘收下。但是母亲离别走，到今日那就懊悔落花拉雪，我在兰上无茶园，喜喜是常愿脸上刺大雪，娘亲不肯回家走，儿情愿抛弃功名义，别呀归。儿啊，为娘受尽磨折，是你无听所为啊！愿你母亲心感言，这海报必将娘看，你苦知我法无边难将就，为娘子素在来风难可断，希我儿常愿结地终归收，愿我儿风起是名叫娘啊，儿好比姑娘坐在我那林间，娘好比明月要从云之头，儿好比孤独小舟海上飞，娘好比无浪之上的拉成堆，儿好比骊山之父母啊用拉手，娘好比沉醉东北南西呀绿，儿好比三春天风无将军，娘好比弓上团也难结拉绝。儿子三餐昨晚难啊下儿，自己不忘人走，娘亲不肯回家走，儿要送在他松关处啊去。长大不应爱呀儿女，同时他爹也命啊学，劝女儿昔日要你女，母子一两分手，可见这地他们走，再相逢自己追到一拉女啊，他是娘亲分拉乱，总好比晴天霹雳惊我呀头，我乃在为呀家走，再与母亲诉情缘。胡文旭，
总为浙江靖安顺道害人，当官江湖上岸，实人私隐。我杨柳闻得真相，我妻在距离上院，待我往上院一见。店家对我说那原因，我起身去养家门，我不到别处去出拉房，距离上院为来迎，迎过山里桃花风度，举过落里行风尘，七宝两锭穿打过，距离上院命运居位做起你呀将人，但见人家神来锁门，一座上院多哈名人，不知我去哪家等，那边万语做拉波台，中间一带木拉居门，用手上前去抬呀一拉抬，为何因你把青天门来关紧，特别草多空桥，可是我去往来迎，听得那边鼓声响，上官场子下雨关门，莫不是我去学不起千般苦，为做娘家上来去呀门，我去嫌烦有呀眼泪，文须有关专家门，唐诗文学无关做，第四我王弗拉为呀臣，文生杨家人亲爱病，难以早快起来迎，妻子学不起饥饿苦，抛弃我文学专故人，是呀，故人俩是成病呀你，不可打我娇儿情。我们的服装又有了变化，我想随着我们这个整个我们纪念粤剧100年的演唱会历史的不断进程，我们的服装的不断的变化，也说明了这个粤剧的一步一步更多的迈向了今天。是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呢，上海沦陷，粤剧呢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这个时候啊，在报纸上已经出现了粤剧危期到矣的惊呼。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粤剧面临着危机。的确是这样的。面对这一切呢，粤剧界的有识之士啊，奋起改革。是的，1942年，以袁雪芬为代表的一代人竖起了新粤剧的旗帜，开始了粤剧的全面改革。那么这场改革，把我们的粤剧引向了编导、美、音、演多方面的全面的综合艺术的新阶段。哎，小雅，我突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就是我们每个粤剧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啊，都是伴随着这个主音唱腔的改变而变革的。一点都不错。比如说从男班到女子粤剧，从这个正调到这个四宫调，是，然后又从绍兴女子文戏到新粤剧
那就是从四宫调向彩调的一个发展。是的。是的。啊，应该说这个彩调的发展是这个粤剧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了。当然是这样的。那么彩调的由来呢，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啊。但是在1943年的时候，袁雪芬老师呢在演出《香妃》这出戏的时候啊，和琴师周宝才合作，创造了以你为婉的彩调腔。因为当时的剧目的大多都是悲剧，而四宫腔呢已经很难适应这种悲愤的情绪了。对。而彩调的应运而生呢，为粤剧拓展了广阔的空间，表现力更加丰富了。所以当时可谓是流派纷呈，粤剧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时期。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出华一清来为我们演出香妃哭头。好，我们掌声欢迎。谢谢。谢谢。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华一清带给我们的这个《香妃哭头》。虽然是袁雪芬老师早期的唱段，但是原派的韵味呢，已经是非常的醇厚了。就是啊，因为戏剧的发展，它本身就是声腔的变化和发展。对，粤剧人呢，经过了这个艰苦卓绝的这个奋斗之后终于以新的面貌呢，又赢得了观众的好评，再一次在大上海站稳了脚跟。那么大家都知道，尹桂芳、煮水昭的芳华剧团就是当时新粤剧的重要阵地。那么编排了大批新剧目，沙漠王子》就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剧目之一了。那我相信呢，《沙漠王子》当中的这个算命一折是广大粤剧爱好者耳熟能详、非常喜爱的一个精彩唱段啊。是。对，那这是一个彩调的唱腔啊，而且呢版式多变，这个徐吉
徐集有致，应该说是非常的精彩。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出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这个影派传人王清来为大家呢演唱这段《沙漠王子算命》。那么刚才啊，听了王清带给我们的这段，这个原汁原味的影派经典唱段《算命》之后啊，让我们不得不想起尹桂芳老师《一结金兰》的舞台姐妹
祝水招。是的，那么我们越剧十姐妹的之一的祝水招呢，从40年代末开始，由这个旦角儿改为小生，由她主演的《柳毅传书》啊、《碧玉簪》等戏啊，在广大的越剧爱好者的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的。可惜10年浩劫，不堪迫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过可喜的是呢，他的女公子，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越剧演员祝小昭，接过了母亲的衣钵，继承了祝派艺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特地从南京把祝小昭老师呢请到了我们的现场，大家想不想听他的演唱？好，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请出祝小昭老师来为大家演唱大家非常熟悉的《柳毅传书》的选段，有请。是缘是我母亲与会不由哉，佳话先闻今已非，公主啊请用我请进兵部表中尉，你本是兵机若会神仙才，我岂能玩动我查破山，一路上你爱情妈妈一卷卷，我岂是上龙少爷不慈爱，何况你修尽三母财产，我岂然究竟才使你放心噻，公主啊，施恩多报非君子，大义当殿不苦为，不知为此情此景乃爱悲，情非我留你不听风谢谢。谢谢。那当我们大家感受了影派的那种委婉动听，又感受了祝派的大气深沉之后呢，接着下来我们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种大家非常熟悉的流派，那就是激情澎湃的徐派。我们要介绍的是热情奔放、华彩跌宕、刚柔并蓄的徐派。是的，徐派呢也是深受广大观众欢迎的一种流派啊。那么《北帝王》这个戏呢，我相信大家非常的熟悉。这个戏啊是在40年代徐派呢这个形成过程当中啊，标志着徐派成熟的一部戏。原来的名字呢叫做《国破山河在》。那么在哭祖庙这个唱段当中呢，我们的徐玉兰老师啊，运用了徽剧当中的高波子，以及还有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扫行动般的一些这个音乐元素，非常有机的融汇在内，形成了一段徐派经典。好，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请年轻演员杨婷娜为大家演唱。
好，谢谢年轻演员杨婷娜啊。听了这个激昂的徐派之后，我们观众的情绪也激越起来了。当然是这样的啊。哎，我知道陶海啊，你非常热爱越剧，在年轻人当中，你可以说是越吃了。啊，越吃越吃，对，为越剧都吃了嘛。是，一点都不错。那么年轻人喜欢越剧，当时就我们后台还有人说，为什么这么年纪轻轻会喜欢越剧呢？因为是。这个传承了上代人的喜爱。当然，我家里的我的上一辈都非常喜欢越剧，但是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越剧本身的唯美深深的吸引了我。所以这个传承了这个前辈，然后自己又特别的热爱。肯定是这样的啊。小小的考你好了。没关系，你大大的考也行啊。是吗？难不倒你对吗？对。刚才我们听的是这个徐派。小生的流派是非常的华彩，对，激情婉转，那么在旦角的流派当中，也有一个流派非常之华彩，那是什么流派呢？这个考不住我。这个非常华彩的旦角流派，你指的一定是傅全香老师的傅派。一点都不错。那傅派呢，素有越剧界的花腔女高音之称啊，真美。唱腔之华丽，那是登峰造极呀。特别是这个楼台会的《记得草桥两节拜》这个唱段，可以说是傅全香老师傅派的这个极具代表的唱段了。好，响起我们热情的掌声，请出傅派传人陈颖为我们带来这段《记得草桥两节拜》。可
情在才把理想中长平路，我是一片真心。可记得比作鸳鸯台上台，可记得牛郎织女把家教为，可记得心中红桑桑来照应，可记得观音堂前把汤杯，我也曾留下平儿药酸菜，我是被托师母做茶妹，养好了像我自己轻巧才。我也曾淋漓轻看戏剧，美。我是毛有情人风寒残卷，说想不到美满姻缘了。两兄难成对，弟弟是赢了马家妹，我与你两兄难成婚，弟弟收了马家聘，我与你两兄难成啊，弟弟赢过马家走，两兄啊，弟弟之命不能为马家死他。谢谢陈莹。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一段这个原汁原味的傅派唱腔，唱的是祝英台。对呀。那么提到祝英台了，就不得不提梁山伯了，就不得不提我们傅全祥老师合作了几十年的一位舞台伉俪，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范派的创始人范瑞娟老师。啊，掌声已经响起了。那么说到范派呢，它是有别于尹派的纯美，这个徐派的特别的激越，激情高亢啊。那么应该说范派呢更加朴实大方，而且可以说是体现了男性的阳刚之美。范瑞娟老师呢，在这个粤剧的声腔方面啊，也是做出了这个卓越的贡献的。那是在1943年的时候，1945年的时候，对不起，对。那是在1945年的时候呢，范瑞娟老师啊，演这个《梁祝》当中的山伯临终。非常巧，也是和琴师这个周宝才呢合作创制了弦下腔。弦下腔呢特别适合这个表现人物的内在情绪，所以一时之间呢就流传开去，成为了粤剧的第2大主腔。那么是范老师为这个粤剧事业所做的贡献。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有请王淑文为大家演唱范派名剧《双列记》选段，我们掌声欢迎。
流光似风，纵马空空。这年来已是20年了。夫人啊，独自为金兵在口城走夜。谢谢王淑文。哎，谢谢大家一定注意到这个王淑文表演的范派小生啊，和以往的这个也扮相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呢？沾了胡须了。王淑文介绍说，当年呢，范世坚老师为了表现这个剧中的人物饱经战火沧桑，所以呢，介于老生和小生之间，为人物沾了胡须，塑造的人物为越剧也做了新的改良。那么其实呢，在越剧当中啊，这个小生带胡须啊，并不鲜见。比如说徐兰老师啊，在他的这个《关汉卿》当中也带了胡须，对不对？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尹桂芳老师在屈原一剧当中饰演屈原，也带了胡须。是的。而且啊，尹桂芳老师塑造的这个屈原形象啊，当时是受到了这个知识界的一致首肯啊。我们今天可以欣赏到吗？当然可以。不过今天我们这个更加特别。为什么？这是一个影派经典吗？是啊。但是演唱者是黄慧。哦，那是陆派的传人呢。你怎么就说出来了呢？我还想考考大家的呢。黄慧来实在是太熟悉了。对，黄慧呢其实是这个陆锦花老师的传人啊，是陆派小生。但是今天呢，他也带上了胡须，来为大家演唱屈原《天问》一折。我们掌声有请。有请。天地混沌，夜色苍茫。可浓云密布，星月无光。秋月怒吼高起来。莫话北奔奔上苍，奔上苍，为我举行东方朔。奔上苍，为我昨日太荒唐。忠良无人遭杀戮，奸也无功得封杀。
君王你为吾三人人，君王不大，为吾万人称。君王胜利你在无方，你素莫言，高高望在上。其实贵人世事多渺茫，万物休息什么地鸟于天堂。好，谢谢黄慧的特别出演啊！谢谢，真不容易啊这段。那么看到小生粘胡须啊，就不得不提及老生了。哦，这个越剧的蓬勃发展呢，也离不开各个行当的
百花争艳，争奇斗艳，一点不错。那么曾几何时啊，在这个越剧舞台上，老生啊有相当高的地位。是的。与小生、小旦、小丑并称为四柱头。当然是这样的。哎，那么这个萧亚尽考我了，我也考考你吧。哇，你别考我啊！哎，你能说出几位我们越剧界响当当的老生演员？那老生演员，这个四大老生啊，这个。张桂凤徐天红、吴小楼、商方辰。哎呀，说的是又快又准，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真好真好啊！那么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我们上海越剧院的几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老生演员，他们是张海玲吴群，还有这个金叶，来为大家呢共同带来几段刚才您说的这几位老生泰斗的精彩唱段，大家掌声鼓励。天堂曾经掉，心中是非曾知晓。我言长自比生梦恨，金榜题名终亏损，得配相国千金玉，月光似水，一直上安全，多人往日夫人命他你，抚养丞相恩得很，真面目必定生母缘。我言唱有门重重压心疼，什么啊？你言他不忘儿明灯金榜，但愿他年把母眷，此今丞相谁承认？他外里子你娘在华山配举权。这三载母子天也共一方，但你知我这官容能举
你的母亲啊！臣陛下不辞下人，臣去关顾隆恩，天儿做事太白冷，衣裳才知乱朝政，王室宗亲俱罢撤，
如今小人实公平，什么出家牢用，并才能变不过结王离分。岂用无道乱变更，犯罪呀！自古到天上无儿神，岂能自称监狱儿神？都是为这少刚不正，才娘子脾气是谢谢，谢谢。流派风格是完整的艺术体系，应该说成熟的流派吧，都可以适应塑造不同的各种人物。比如说刚才我们同时欣赏的尹派，有这个沙漠王子算命，还有屈原天问，就表现了两个迥然不同的人物。那我们再来谈谈傅派吧。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一段陈颖的“既得草桥两结拜”，是这个体现的是傅派非常柔媚的一面。实际上呢，傅派还有非常激越的一面比如说有一个戏大家非常熟悉，就是《情探》，中间有行路一折，这折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6字调的弦下腔，这个非常的激越，非常的华彩，把情绪呢层层推进。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出这个傅派传人陈氏来为我们演唱这段这个情探当中的行路一折。好，我们掌声欢迎，有请。交过音，黑人也中了你的苦处，令你通往边境，所拿王位。大僧也有官人白票。韩国年你我把路引，眼睛分走那北京上。一郎见太岁。
争锋，此君先把对，多少不伤心人，在那杀身爱下把命啊财。过云雨东听，两山红山。探亲在哪里有宋公明富儿郎，别把条好汉仗义父帮过帮一家见，黄桃怒水。原来是王屋东去报效之类。不可忍，谁拦风？山川张美，广州边长留军想起了东环子，关山寨赵姑娘，先把宝图扫公我的坟前面一字别进。边境人我心血是啊飞，在乡家是个孤儿女的王魁，他在那三位路上站上坐对，杀得我就是你孤孤单单凄凄切切千里望，今夜万官叫你
好，谢谢陈氏。谢谢。那么陶海，我们粤剧的4出经典剧目这个《梁祝》《西厢记》《红楼梦》。祥林嫂，被称为我们粤剧剧种的代表剧目，久演是啊，久演不衰。其中许多经典的唱段更是脍炙人口。还没说戏呢，大家一看都明白了啊。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聆听粤剧巅峰时期的声音，掌声请出张瑞红、方雅芬、钱惠丽。母亲的为一太心，所幸上面也
见情发出怒言，这英英小姐每晚必到花园烧香，千玺今夜要把父亲他啥来自，我定能看过十分清楚。耳朵听，我娘她家不行，梦听灯，叫门儿压低声，风过秋城里来，异乡几声，我见大家见儿仔细听呀，比那个可见日月齐真。欢聚的时刻总是非常的短暂，非常高兴与我们的广大粤剧朋友们共享了这个欢乐的粤剧100年盛世。非常感谢大家观看了我们今天晚上的演出，这只是我们100年粤剧纪念演出的第一部分。是，我们在近期呢还将举行2场类似的演出，展示的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以及新时期粤剧的艺术成果。希望大家到时再次来到逸福舞台观看我们的演出。好，我们相约再见。再见。
生们、来宾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呢，在这个夏日的夜晚和我们又一次相会在逸夫舞台。在悠扬的音乐声中呢，我们今天将献给大家的是纪念中国粤剧100年诞辰演唱会的下集。那么在前2出的演出当中呢，我们曾经以唱叙史，共同回顾了粤剧从诞生之初到上世纪60、70年代的发展历程。哎，钱源，我想如果我们把第1台演唱会比作是一本微微发黄的照相本的话，那是带着我们去回顾那些尘封的往事。那第2台演唱会呢，那就是一团炙热的火焰，为我们展示的是那个充满着激情的年代。对，说得太好了。那这样说来的话呢，今天的演唱会是不是可以比作一个春光灿烂的大花园了？没错。你看园中是姹紫嫣红，百花争艳呢。是啊，你看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啊，我们上海粤剧新的人才群体开始崛起。那么至今呢，他们也已经走过了20多个春花秋月。他们是在我们上海这座城市成长起来的。他们受到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的影响，同时呢，吸收了大量的中外优秀文化的传统和营养，特别是他们得到了我们粤剧界最有成就、最有声望的老一辈艺术家的亲自的教诲。对，可以说是时代和上海造就了这一代人。没错。那么在老一辈的艺术家之后呢，这一个名家艺术群体承前启后，也描绘出了新世纪、新时期上海粤剧的崭新篇章。所以在我们今天演唱会一开始啊，我们首先要请出6位著名的粤剧演员为我们来演唱。那么根据他们演唱的次序呢，分别是韩婷婷、钱惠丽、赵志刚、单养婷、张瑞红和萧雅。好，那亲爱的观众朋友，首先呢，要请大家欣赏的是曾经获得第4届上海市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获得者韩婷婷演唱的金缕曲选段，第3、第5届上海市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获得者，第1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第9届文华表演奖获得者钱惠丽为大家带来的啼笑姻缘选段。而赵志刚呢，是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一位粤剧演员，他是第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第2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和第11届文华奖，还有第9届中国戏剧节优秀表演奖的获得者。赵志刚今天为我们演唱的是《杨乃武》选段。那么之后呢，您还将欣赏到第1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和第9届文华表演奖获得者单养婷演唱的《舞台姐妹》选段。另外呢，第5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第1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和第7届中国戏剧节优秀表演奖的获得者张瑞红，今天带给我们的是《宝玉夜记》选段。那么另外还有第2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萧雅为大家带来的《状元未了情》选段。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欢迎6位著名演员为我们演唱。有请。王家子，杀生大火，从天降。
徐徐雨在上。从此是房子宫廷都肮脏，从此不得君王称王，断是能够情难守。去娘为故里，我悲怀交加喜月光。直到此生永相别，亲人共同在故乡。真心永相连，这生死曾经永难忘。去娘爱我，我爱去娘，去娘是我，我是去娘。他今日却情郎一生，生死天。白衣裳，面貌变样，举人相待，老来纵横。一年晓得好不这样，床呀开去为呀无恙，我也要来到桥头为去娘，为去娘，为去娘。
汉服上下，那心苦子本身我一直比心香，那心苦子保证我生命空。莫谁挂，你娘她临着两杯都掐掉，娇儿出生上云霄，托起不养被到了，林荫着泡茶娘母建议你，我总是句心空。
生死两茫茫，今天上海无消息。请问，你听见了吗？这是你最喜欢听的声音。今日我就用它来祭奠你。你这究竟有知，定会明白我的用心。你这对天有灵，就请为保我一撮小生吧。本名阿姨，拿说来。阿姨，你这是做什么？多别多言。
情分不清，倘是妇女遭浮云，到如今恩爱不清，我曾伤温馨家庭曾朝云，无锡君寂寞无情孤零零，只留下一哭痛好，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6位的精彩演唱，谢谢他们，太棒了。真的，越剧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剧种，它也是一个充满着青春活力的剧种。是啊，我在想这个越剧这个剧种啊，之所以能够永葆艺术青春，它的奥秘之一呢，那就是薪火相传，人才辈出。对，那么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我想我们的很多老观众应该是非常的这个清楚啊。当时举行了很多的这个一系列的越剧赛事，那么脱颖而出这些年轻演员呢，如今都已经成长为了这个舞台上的中坚力量了。对。那么像刚才为大家演唱的这几位著名的演员，当时呢在这些比赛当中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是啊，进入到新世纪以后呢，上海越剧院和东方电视台还先后举办了好几次这个越剧新秀的比赛，比如说像2001年的上海市的这个越剧新秀的比赛，2003年的小蝶杯上海越剧新秀大赛等等。那么众多亮丽的青年的越剧人才呢，就是从这些比赛当中啊脱颖而出，而他们中还有些人呢，还曾经在上海市的白玉兰戏剧节、上海小剧场小剧目的这个评选当中，还有在首届中国戏曲演唱大赛，在全国地方戏曲精品折子戏、展演、评比和青年戏剧演员的大赛当中，都是频频获奖。真的是人才济济啊！没错。那么不少人呢，还入选了东方戏剧之星，成功的举办了个人专场演唱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他们其中的部分佼佼者来为我们进行精彩的演唱。好的，那么首先上场的呢是首届中国红梅奖金奖的获得者，同时也是全国地方戏曲精品折子戏专场2等奖的获得者盛舒阳，他将为我们带来的是《窦娥冤》当中的
展额选段。另外呢，有上海粤剧第一颗东方戏剧之星之称的影派小生王清，他给我们带来的是新编剧目《小河弯弯》当中的选段。那么同时呢，优秀粤剧青年演员，上海市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新人配角奖，同时呢也是第9届浙江省戏剧表演艺术奖的获得者陈实，也将为我们带来家中的精彩片段。另一位东方戏剧之星陆派小生徐标新，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是《珍珠塔》中的一段精彩的唱段。好的，现在就掌声有请他们为大家上台演唱。冤
我真想永远永远地不好我。
春风醒
姑娘十里城，当初受起神怨恨，如今冲我一步啊进。大兵一场安山场，全上在铁用一片两颗心。哎，千源啊，你看，听了刚才4位年轻演员的演唱啊，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啊。在他们的身上是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其实，上海越剧院除了这些优秀的青年小生和花旦之外呢，还有不少这个优秀的老生和老旦演员。对，同样也很出色。是啊，你看前不久我们举行的粤女争锋初赛当中啊，像吴群周燕儿、蔡燕等等，都是深受观众朋友的喜爱，成功晋级。对。也许观众朋友会问，那么在今天的演唱会上，哎，他们是不是也给我们来唱上几段呢？哎，大家想说，想不想听啊？想不想听？大声点告诉我。想。想不想看？看不了，不是吊大家胃口啊。因为呢，最近呢这几位呢正在这个国外呢演出，是接受了上海越剧院的演出任务，所以呢今天我们在现场呢没法一睹他们的风采了，非常的可惜。但是我觉得大伙儿作为支持和呵护我们年轻演员的观众来说呢，更加应该为他们鼓鼓掌，因为他们在国外演出，我们也祝愿他们呢为国争光，演出获得成功，好不好？来为他们加加油，鼓鼓掌。好，谢谢大家。是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你看这个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啊，80年代开始，这20多年以来哈，我上海越剧院呢是一直坚持着是女子越剧和男女合演啊并地开放、错位发展这样的一个原则，也涌现出了一大批新编的新创的这个剧目。那么这些剧目呢，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在探索着内容和形式的全新的结合，这也为这个越剧的选材拓展了这个他们的一个空间，同时也增加了我们越剧的表现能力。对，那么难能可贵的是呢，我们的主创人员始终以现代人的眼光啊，把这些传统的故事呢，赋予了他们时代的气息。那么在这一个时期，新创的一大批这个新编的剧目呢，也是深受观众朋友的喜爱。你看，像《断指记》啊，这个《玉簪记》，还有这个《紫玉钗》，还有这个《木棉红》啊，第一次亲密接触，《早春2月》，《赵氏孤儿》，《白衣卿相》，还有这个《青山红袍虞美人》等等等等，大伙儿都非常喜爱。是。那么这些剧目呢，也跳脱出了人们传统眼光当中的才子佳人的这个旧模式，那么赋予了人物呢更加深刻的内涵，同时也留下了很多动人心弦的精彩的唱段。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请出3位越剧名家，他们分别是金靖、许杰和陈颖。哎，金靖呢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一位期派花旦了，他的唱腔和表演深得齐雅仙老师的精髓。那么许杰呢是长期耕耘在男女合演的舞台上，应该说他为男女合演的发展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哎，说到陈颖呢，陈颖可以说他的表演啊是在舞台上的表演呢可以说是激情四溢，非常的投入。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同样以热情的掌声有请出这3位带来精彩的演唱。去。
这位夫君，夫儿金姑娘欢喜娃人人，无奈我情不起于几杯杯，可以。
儿女私情看气派，这不忙选酒席饮，一心万情发心啊焦，揭穿皇宫并没有计。哦，你所谓高粱把兵挑。你带我去把庞宣招聘一次后一年。
老兵今把心刀。哎呀，大家的掌声就是对演员最好的回报了。我们再一次精彩的掌声来回报一下我们刚才演员的精彩的表现，好吗？张明全啊，其实你看粤剧能够有今天的繁荣和发展，它有一大优势，什么优势？很厉害，就是我们的粤剧呢非常善于从各类文学巨著当中啊来汲取营养。你看呢，借助着这个名著当中本身深厚的文学底蕴，使得粤剧剧目无论在文学性上还是在思想性上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你看，进入新世纪以后啊，我们上海粤剧在名著改编上也取得了新的成果。所以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就是家。风雪渔樵和玉清嫂当中的精彩片段，太棒了。那么这其中呢，嘉怡剧呢还获得过第11届文华新剧目奖和2004年上海文艺创作的优秀作品奖。那么为我们表演这些片段的呢是粤剧名家孙志军、单养平、华义清和方亚芬。对，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4位这个粤剧名家啊。特别是孙志军呢，最近几年呢，他和我们的粤剧男演员共同奋斗在男女合演的舞台上，也是非常的了不起。可以说男女合演之花的娇艳盛开，离不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而华义清呢，在第7届中国戏剧节上呢，凭借着他在《梅龙正》当中成功的扮演了太后这一角色，而获得了中国戏剧节的优秀表演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上台，为大家带来精彩选段。也是出于妩媚呀。4更天亮，我总不能让他等我守到天亮吧。
一生红颜最光暖，也是我那心上人一盼一个。结婚完，结婚完。新郎以为是神仙自己，眼前一个是红尘凡缘。一个天，一个地，一份红线牵扯多少缘，多少缘。谢谢他，我儿情，遇不见婴儿缘，绵长绵短，悄悄看，层乱地乱。面传心传是梦中尘，更觉得茅城好推远，从前爱是苦是甜都关在一辈子。平安，他一步一船，三不完，万事落寞碎，我家天长天凄情换情人。关暖我在我今生此地，美丽还不了，万里奔，不敌风雨。
看不透，看不透生命此差隔千里，此人此心好难解，看不透飞得高，离得远，道不同河难去，看不透怎往高处去，何以叫心声四处长相随，从今儿收起温馨10年情，长留心中当真情，只要你好我就哀怨，我苦尽心苦尽，身边他风吹尘蒙蒙醒我，总可见无情爱心心不语，人生总有两难事，去意莫相虑，相遇知府关东风自落花，愿不情翻空，把天哪！老天对我不公，老天对我不公
留下我披罪临定于无，平无绝无人要，邻居可怜路人笑，佛上替我把夫家扫，可怜我千岁妹妹成了同样的同子把童年美梦长，长内公路下得夫，生我的重担我深深的上肩挑，那是我不该3岁我是官去官困官子娘贪心的贪月亮生预盼到堂夫长大了，谁想到堂夫他有虽好言不生今好，却难做家表。我是好言相劝与爱家，他是劝当做替不相娘。我是当路呀指望不离，夜夜流泪到不消。这一切我都等对了啊，谁想到他有才会面把鸦片烧，谁知道堂主送我生，他一命不将我抛。公公一起面对应夫妇当马争兄家，他那我是早决定，再来了回去再来了，可是生啊，可是我了天将最难逃。我想王爷在地上扫，香残花在雨中飘，香桂亭在湖上飘，香花草在田野烧。我是一时了指往湖里跳，湖里跳，半路上碰到了杨公的传了一跤。原来是个年轻人，他全是在地自昏倒。这
见他伤我心里推出我浑身酸醉牙齿咬。那头发梢起笑，这人喉咙吹嗷嗷叫。我当即用力去捂他，他连连去的把头摇，他平道的是将心事，可怜他连他到我的力气也没有了。霎时间同病相怜的感觉就转身啊，已是暖意，这不听道不明的心中痛摇。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岂能见死不救将他好？我下去有了心里无休串串对对，深刻伤心想。就是我的亲生，我前世的冤家。从今儿精神放纵有几丫头，生我好像有一把。自然有了一个人需要我去关心，我也需要这一个人陪我来。我为他烧汤烧水熬草药，我为他缝衣缝裤缝汗毛，我为他铺床铺被铺棉袄，我为他洗嘴洗脸擦背腰。他终于今天好起来，背影泪里终于阳光啊照，他面色变红了，胆量变大了，叹气变少了，笑声变多了，他气气声声细细笑笑得我
功劳多么飘，像风的心看他，像官的没过道，想不到啊，想不到，知不了啊，知不了，轰轰烈烈惊风暴，关系里从此都。总带我关桥，为了什么做人的爱，我关心众人喜与好，为了什么做人的爱，千般苦，万般痛，我心愿呀，这为了与你在一起，两人世界里相依相偎，可笑。我就是死也要死在你怀抱，可怜我，可怜我，可怜我，为了这个刚才已经不是玉清嫂了，是一尊女神在这里。是，你看，从我们大伙儿这个热情的掌声当中啊，下雪了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对这个玉清嫂的喜爱。钱勇，我想问你一下哈，你知道刚才方亚芬呐在唱那个长长的这段唱腔的时候啊，一共有几句唱词？哦，这个我有标准答案的。你有标准答案吗？我问问观众好不好？因为下面都是我们的铁杆戏迷了。啊有没有人估摸一下大概有几句？告诉我多少？108。只有108将。108将啊！告诉大家8、9不离10了啊。102句，102句，差不多16分钟啊！是吗？那么长啊！对，不仅是长，是超长。超长。但是大家不觉得冗长，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唱腔变化还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方亚芬的表演也非常的细腻，这个节奏感掌握得很好，所以呢，身临其境，并不觉得冗长。所以呢，这个方亚芬也就是因为成功的扮演了玉清嫂这个角色呢，又一次获得了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对，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也更加应该再一次的为方亚芬鼓鼓掌，精彩。亲爱的观众朋友，上海越剧院呢，在扎根长三角的同时啊，这几年呢，又从上海走了出去，进行了全国的巡演活动，支撑在全国的大舞台上。你看，无论是在南方也好，西部也好，东北部也好，
处处都响起了越剧悠扬的声音。那么在这些巡演当中呢，除了像《红楼梦》啊、《梁祝》这些大家熟悉的传统经典之外，一些新编的剧目，比如说古典梦幻浪漫越剧、蝴蝶梦，还有青春越剧《梅龙镇》等呢，也是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一说到这个梅龙镇，我想大家一定记得，在第7届中国戏剧节上呢，梅龙镇这一个剧目啊，一举囊括了包括编导演在内的14个奖项啊。而其中呢，张咏梅因为成功的扮演了李凤姐这个角色，而获得了优秀表演奖。那么在《蝴蝶梦》这出戏当中呢，著名王派欢旦王志平啊，凭借着他出色的表演，也获得了第1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女主角奖。真的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别请出王志平啊、张瑞红和张咏梅为我们带来这2出剧目当中的精彩唱段，掌声有请。万众眼下。
妻先生好，我为长相问三语，为思念此多相想，月子气光耀堂，青山在绿水里，娘你我不见原来母亲生。
强，儿子越惊越怕破相娘，娘把我金袍围着贴在胸膛，你恨这小瞧家儿好，操的却是小儿郎，儿子子小瞧一场心花放，越正动着小瞧后面越伤。好的君王，生活远。王太后亲抚养，第万八十小婴儿，第二辈人老太师教婴儿长大成人，我要为
精彩此谜句，秋叶心似红了芒。美女不家手难用，快往去，金牛两元是你所风发我，莫让你们开关明心事咯。保佑我地不定相思血泪抛红的回不问沙场风雨黄昏咽不下原来情人一满仿佛了心人一曲钻不开的眉头明的根来下边是心在意说不历经之中不再听，情愿今生再不问。我不曾实测冰消原是水，微光月落不离天。该冲上三日金风雨，神孤独寂寞放永恒。小为水神定定了。头头里落下片白茫茫大地。
见，专门学习18件，上进天亮。夜来
更不能对你如故问，少一思想。夫妻们彼此安慰，却不也相日不累，心碎家伤。恰还要一壶作伴，脾胃脏。落得故必成必归，失人上。就这样尊静静，给我世上生机为及妻妻若不见相。这盘茶不夜到底人，只看那月夜之光，只看那远去能到去，只看那死老一场。自己自一话，是不是不管何地为不有敌人，苦地的心黑。有去唱。走过100年的越剧，似一朵新莲，清香溢远；步入新世纪的越剧，似一抹彩霞，绚丽多彩。回首往事，岁月匆匆，无数个故事，无数个身影，令人永难忘怀。展望未来，前景灿烂，无数旋律，无数高峰，等着我们去谱写，等着我们去攀登。好，亲爱的观众朋友，那在我们今天演唱会的最后，让我们请出今天所有的越剧名家和新一代青年演员们，共同为大家演唱为本次演唱会特别创作的《世纪情缘》，抒发我们共同的心声。朋友们，在我的手里有一份我们年轻演员的名单，看到这份名单，我们就看到了越剧的明天。下面我要隆重给大家介绍的是
演唱世纪情缘的青年演员，他们分别是张雨峰、唐小玲、邓华威、蔡燕、王柔桑、徐来、齐春雷、周燕尔、王清、盛舒阳、徐标新、王杰、吴家燕、陈慧迪、陈实、顾爱军。青春的旋律，青春的身影，昭示着的是粤剧充满希望的明天。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去的100年，你我和粤剧共同走过。今后的100年，让我们继续携手去创造粤剧更加辉煌的前程。纪念中国粤剧100年诞辰演唱会的下集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和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朋友们再见。谢谢大家，晚安。宝哥哥林妹妹哈。让我把今天晚上最热烈的掌声再次献给我们的演员，好不好？谢谢他们。结拜。
着鸳鸯台上台，哭几杯牛郎织女把家为哭几杯心中伤伤泪照映，哭几杯观音堂前把堂杯，我也曾留下平儿药酸菜，我是被托子母做茶妹，养好了像我自己轻巧才，我也曾淋漓轻看戏剧美，我是mau有情人终难成全，想不到美满姻缘呀，两兄啊，我与你两兄难成对，弟弟是赢了马家妹，我与你两兄难成婚，弟弟收了马家聘，我与你两兄难成啊，弟弟因过马家走，两兄啊，弟弟之命不能为马家死他谢谢陈莹。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一段这个原汁原味的傅派唱腔，唱的是祝英台。对呀。那么提到祝英台了，就不得不提梁山伯了，就不得不提我们傅全祥老师合作了几十年的一位舞台伉俪，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范派的创始人范瑞娟老师。啊，掌声已经响起了。那么说到范派呢，它是有别于尹派的纯美，这个徐派的特别的激越，激情高亢啊。那么应该说范派呢更加朴实大方，而且可以说是体现了男性的阳刚之美。范瑞娟老师呢，在这个粤剧的声腔方面啊，也是做出了这个卓越的贡献的。那是在1943年的时候，1945年的时候，对不起，对。那是在1945年的时候呢，范瑞娟老师啊，演这个《梁祝》当中的山伯临终。非常巧，也是和琴师这个周宝才呢合作创制了弦下腔。弦下腔呢特别适合这个表现人物的内在情绪，所以一时之间呢就流传开去，成为了粤剧的第2大主腔。那么是范老师为这个粤剧事业所做的贡献。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有请王淑文为大家演唱范派名剧《双列记》选段，我们掌声欢迎。流光似风，纵马空中，这年来已是2个年了。夫人啊，
晓得该恰在分上年期，昨夜病子怕发天。好，谢谢王淑文。哎，谢谢大家一定注意到这个王淑文表演的范派小生啊，和以往的这个也扮相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呢？沾了胡须了。王淑文介绍说，当年呢，范世坚老师为了表现这个剧中的人物饱经战火沧桑，所以呢，介于老生和小生之间，为人物沾了胡须，塑造的人物为越剧也做了新的改良。那么其实呢，在越剧当中啊，这个小生带胡须啊，并不鲜见。比如说徐兰老师啊，在他的这个《关汉卿》当中也带了胡须，对不对？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尹桂芳老师在屈原一剧当中饰演屈原，也带了胡须。是的。而且啊，尹桂芳老师塑造的这个屈原形象啊，当时是受到了这个知识界的一致首肯啊。我们今天可以欣赏到吗？当然可以。不过今天我们这个更加特别。为什么？这是一个影派经典嘛。是啊。但是演唱者是黄慧。哦，那是陆派的传人呐。你怎么就说出来了呢？我还想考大家的呢。黄慧来实在是太熟悉了。对，黄慧呢其实是这个陆锦花老师的传人啊，是陆派小生。但是今天呢，他也带上了胡须来为大家演唱屈原《天问》一折。我们掌声有请。有请。天地混沌，夜色苍茫。可浓云密布，星月无光。巧月怒火高起来。我娃北奔奔上苍，奔上苍，为我举行东方朔。奔上苍，为我做事太荒唐。忠良无人遭杀戮，奸也无辜得封杀。君王你为我在人头，君王不大。为我万人称君王，胜利你在无方，你素莫言，高高望在上，岂可是贵人之子多渺茫，望我休息什么地鸟于天堂。却要娃娃搞在死路上，为我不能自高而名争家邦，举目
还千里愿望，玉在红花。问苍天，公道在何方？在何方？苍天，苍天，你伟大，你伟大呀！千万风雨总以来，黑反灯，一分力，是为万民祈愿。奉法，我命令你。妖魔鬼怪娘飞沙走肉，将尔等一起上来。历史历经这批9天，八卦孙孙变化万千，虚实黑暗撇开梦魇。血泡昏龙，真爱红龙，威力无穷，霹雳一声，接力举高。玉子精灵，替我下令，曲风报响，来生其名。算算自己，早比人间罪恶，说我扭转乾坤。好，谢谢黄慧的特别出演啊！谢谢谢谢，真不容易啊这段。那么看到小生粘胡须啊，就不得不提及老生了。哦，这个粤剧的蓬勃发展呢，也离不开各个行当的百花争艳、争奇斗艳。一点不错。那么曾几何时啊，在这个粤剧舞台上，老生啊有相当高的地位。是的。与小生、小旦、小丑并称为4柱头。当然是这样的。哎，那么这个萧亚净考我了，我也考考你吧。哇，你别考我啊！哎，你能说出几位我们粤剧界响当当的老生演员？老生演员，这个4大老生啊，这个。张桂凤徐天红、吴小楼、商方辰。哎呀，说的是又快又准，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真好真好啊！好，那么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我们上海粤剧院的几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老生演员，他们是张海玲吴群，还有这个金叶，来为大家呢共同带来几段刚才您说的这几位老生泰斗的精彩唱段，大家掌声鼓励。天堂曾经调调，心中是非人之想。我言长自比生梦恨，心把
提名钟馗孙，德配相国千金女，月光子孙，一十三安全。多人王氏夫人名大义，抚养丞相恩德厚，真面目必定生母缘，我言长有门重重养心疼。生母啊，你言大不忘儿，明灯金榜，但愿他年把母救，此今丞相谁承认？他外里子你娘在华山陪举求。这三载母子天也共一方，看你之后这官若能举为子，我就是你的母亲啊！
真可事情发云上门，莫不是我妻许不起千般啊苦，为做娘家上来去衙门。我妻嫌犯有衙也来，文须有关算家门，倘是文须无关啊做，第四罗王不拉为衙门。闻声杨家人啊亲爱病，难以早快起呀来迎，妻子许不起饥饿啊苦，抛弃我文须转故人。妻呀，故人俩是生病呀你，不可打我家儿啊情。我们的服装又有了变化，我想，随着我们这个整个我们纪念越剧100年的演唱会历史的不断进程，我们的服装的不断的变化，也说明了这个越剧的一步一步更多的迈向了今天。是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呢，上海沦陷，越剧呢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这个时候啊，在报纸上已经出现了越剧危期到矣的惊呼。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越剧面临着危机。的确是这样的。面对这一切呢，越剧界的有识之士啊，奋起改革。是的，1942年，以袁雪芬为代表的一代人竖起了新越剧的旗帜，开始了越剧的全面改革。那么这场改革把我们的越剧引向了编导、美、音、演多方面的全面的综合艺术的新阶段。哎，小雅，我突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就是我们每个越剧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啊，都是伴随着这个主音唱腔的改变而变革的。一点都不错。比如说从男班到女子越剧，从这个正调到这个四宫调，然后又从绍兴女子文戏到新越剧。那就是从四宫调向彩调的一个发展。是的，是的应该说这个彩调的发展是这个越剧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了。当然是这样的。那么彩调的由来呢，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啊。但是在1943年的时候，袁雪芬老师呢在演出《香妃》这出戏的时候啊，和琴师周宝才合作，创造了以你为婉的彩调腔。因为当时的剧目的大多都是悲剧，而四宫腔呢已经很难适应这种悲愤的情绪了。对。而彩调的应运而生呢，为越剧拓展了广阔的空间，表现力更加丰富了。所以当时可谓是流派纷呈，越剧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时期。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出华一清来为我们演出香妃哭头。好，我们掌声欢迎。谢谢。
谢。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华阴清带给我们的这个《香妃哭头》。虽然是袁雪芬老师啊早期的唱段，但是原派的韵味呢已经是非常的醇厚了。就是啊，因为戏剧的发展，它本身就是声腔的变化和发展。对，越剧人呢经过了这个艰苦卓绝的这个奋斗之后啊，终于以新的面貌呢又赢得了观众的好评，再一次在大上海站稳了脚跟。那么大家都知道，尹桂芳、煮水昭的芳华剧团就是当时新越剧的重要阵地。那么编排了大批新剧目，沙漠王子》就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剧目之一了。那我相信呢，《沙漠王子》当中的这个算命一折是广大越剧爱好者耳熟能详、非常喜爱的一个精彩唱段啊。是。对，那这是一个彩调的唱腔啊，而且呢版式多变，这个徐集有致，应该说是非常的精彩。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出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这个影派传人王清来为大家呢演唱这段《沙漠王子算命》。
那么刚才啊，听了王清带给我们的这段，这个原汁原味的影派经典唱段《算命》之后啊，让我们不得不想起尹桂芳老师一结金兰的舞台姐妹祝水昭。是的，那么我们越剧十姐妹的之一的祝水昭呢，从40年代末开始，由这个旦角改为小生，由她主演的《柳毅传书》啊、《碧玉簪》等戏啊，在广大的越剧爱好者的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的，可惜10年浩劫不堪迫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过可喜的是呢，她的女公子，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越剧演员祝小昭，接过了母亲的衣钵，继承了祝派艺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特地从南京把祝小昭老师呢请到了我们的现场，大家想不想听她的演唱？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祝小昭老师来为大家演唱大家非常熟悉的《柳毅传书》的选段，有请。愿是我母亲与会不有才，佳话先闻今一杯，公主啊，请用清净必不表中位，你本是并肩约会神仙才，我岂奈外动罗刹不塞，一路上你爱情妈妈一卷卷，我岂是上龙所压如此爱，何况你修尽三母财财，我岂然究竟才使你放心噻，公主啊，施恩独报非君子，大义当殿不苦为，不知为此情此景乃爱悲，情非无留你父听风谢谢。那当我们大家感受了影派的那种委婉动听，又感受了祝派的大气深沉之后呢，接着下来我们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种大家非常熟悉的流派，那就是激情澎湃的徐派。我们要介绍的是热情奔放、华彩跌宕、刚柔并蓄的徐派。是的，徐派呢也是深受广大观众欢迎的一种流派啊。那么《北帝王》这个戏呢，我相信大家非常的熟悉。这个戏啊是在40年代徐派的这个形成过程当中啊，标志着徐派成熟的一部戏。原来的名字呢叫做《国破山河在》。那么在哭祖庙这个唱段当中呢，我们的徐玉兰老师啊，运用了徽剧当中的高拨子，以及还有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扫行动般的一些这个音乐元素，非常有机的融汇在内，形成了一段徐派经典。好，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请年轻演员杨婷娜为大家演唱。
兄如茶，新女小。
谢谢年轻演员杨婷娜啊。听了这个激昂的徐派之后，我们观众的情绪也激越起来了。当然是这样的啊。哎，我知道陶海啊，你非常热爱越剧，在年轻人当中，你可以说是越吃了。啊，越吃越吃，对，为越剧都吃了嘛。是，一点都不错。那么年轻人喜欢越剧，当时就我们后台还有人说，为什么这么年纪轻轻会喜欢越剧呢？因为是。这个传承了上代人的喜爱。当然，我家里的我上一辈都非常喜欢越剧，但是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越剧本身的唯美深深的吸引了我。所以这个传承了这个前辈，然后自己又特别的热爱。肯定是这样的啊。小小的考你好了。没关系，你大大的考也行啊。是吗？难不倒你对吗？对。刚才我们听的是这个徐派。小生的流派是非常的华彩，对，激情婉转，那么在旦角的流派当中，也有一个流派非常之华彩，那是什么流派呢？这个考不住我。这个非常华彩的旦角流派，你指的一定是傅全香老师的傅派。一点都不错。那傅派呢，素有越剧界的花腔女高音之称啊，真美。唱腔之华丽，那是登峰造极呀。特别是这个楼台会的《记得草桥两节拜》这个唱段，可以说是傅全香老师傅派的这个极具代表的唱段了。好，响起我们热情的掌声，请出傅派传人陈颖为我们带来这段《记得草桥两节》。去啊，有得吃，侬家到马家去呢？娘把侬想想是多少个威风啊侬那空中名叫马。城里发功劳呀，如真啊堂，一员差女撇天上，八里个方圆是陈大王。开起那一日的办事宝殿，二在此办随呀端上，一人不平家政啊，再落木头大米行。暖不热乎个做草地，九晚三日毛竹杠，东边西边田长，向水里外开那七万个人来把看当啊！屋里向个打工干工。勇敢，两个屋头碰水碗，哎呀，两个屋头灯笼来送茶汤，两个屋头来梳妆，两个屋头替侬来洗裳，八个屋头不是侬，来侬一只好朋友采访，侬到仔细想想看。各种各个人家是风光。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小白玉梅赖婚记的一个片段，是的，这四宫调也是魅力无穷啊。刚才已经提及了很多这个四宫调时期的这个名旦啊，是，还提及到了我们的这个越剧皇后姚水娟，是她可以说是我们越剧这个可以说是改革的先驱了，改良先驱。好，原来可以这么说啊，我们就要掌声请出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
七派的传人金靖为我们带来一段越剧皇后这个姚水娟的唱段。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请出大家非常熟悉的王派传人王志平来为大家呢演唱一段大家也非常熟悉的小丹桂的唱段。好，那么先有请金靖，有请金靖来了，有请。哎呀，金靖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七派花旦啊，这个姚水娟的唱腔，你原来接触过吗？是啊，没有。那么今天你准备唱的是哪一出呢？我的戏也来了，穿上戏装是不是？有点像京剧啊，把它下来越节啊。越节应该怎么讲？你唱，怎么说来？你要唱哪一出戏呢？哎，唱哪一出啊？今天是唱姚水娟老师拿手戏那个《泪洒相思地》片段。哦，这出戏我知道，特别有一个唱段。我为他，对我为他。原来呢，这个本身的剧本里是8句，到了姚水娟老师那里，不断的增长，变成了18句。是的，一句一个好，一句一个惨，是这样吗？是的，当时还成为一个佳话呢。那今天准备将这姚水娟老师当年的风采在舞台上展示。好，我们请金靖做准备。请准备。我们一会儿就听着精彩的18句。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演唱会就是循着越剧的发展的踪迹，我们不断的来了解越剧，更多的让我们激发对越剧的热爱。当然是这样。那么在我们的金靖唱完了姚水娟的这一段这个泪洒相思地之后呢，我们将听到的是王志平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位这个四宫调时期非常著名的女艺人，就是小丹桂的一段非常著名的唱段。我们现在可以听到这个录音啊，就是烤红的一个片段，大家掌声鼓励一下他们。我们一起来欣赏。小姐呀，小弟几次自命良，我也不必再细讲，不愿他抛弃我。只愿自己少子长，我也是个官家女，只有读过4几章，临是个贞洁女，不应该私下定鸳鸯。因此被人看不起，将我当作路驴羊，真是一世做的千古恨，这样回头就8年长，在我自己无知意，在他心上也是他叫了俺，他不该当初以比喻来骗我到他心好比我也那样，那是一曲无消息，可怜我也在老是忘断上。夫人不要宣了归婿，且请息怒，听红娘说哪来讲。雅君真真听啊真虚，小姐安被走你呀头，本是哥哥并在上。
当着夫人去呀问哎。你们到书房，他说什么啊？他说道：夫人近来恩多人，爱着他一场欢喜别有趣，叫红娘献出四娃娃，小姐子是生我对呀。哎呀，小的人呐，她是一个女儿家，怎可以人落儿呢？他儿子绵绵思女难分手，眼里应具今生儿，明来恩去已2月，夜夜思望结冰啊头，一双心意两相对，夫人啊，你得放手思切把手呀。今日我已成了局，其间我别苦走呀去。都是你的小先生。此事非关张生小妻红娘之事，乃是老夫人之故也。小的人呐，怎么是我之故啊？心在人之根本，人而无心，大不可言。当着这边为父啊去，夫人是一句不见离丝缕，深夜能将这病开，愿将娇妻结乱句，上身既然应了命，只为小妻平闹雨呀。自叫好雨生苦啊关，他等送进军呀呀去，今日夫人出了线，为他前言离不拉句，既然不听婚姻许，就已经他叫他走，不该留于寺院内，愿女狂夫当自谁，当真是此恩与人伴最多，相思病中命难聚呀。小鸡空啼少不成，再到死亡娘去玉梅，内怀女叫是啊亲，夫人何必说对呀对，倘若传扬当瓦壁，相国门庭取名律，盼望夫人迎皇帝，万计大事婚姻去呀。我定要把这官升告到官府。哎呀，倘若告到官府，老夫人先有自家不念自在过，一个文章称亏心，一个子女为伴对，一那个同吃三角并距离，一来个小心鸟来与子娃对，天生一对苦人儿，王夫人苦须变大手呀。谢谢两位的演唱。是，今天两位的演唱呢，跟平时我们听到的这个京晋的七派和这个王志平的王派啊，那都是迥然不同啊！我们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谢谢。谢谢。刚才呢，我们欣赏的是这个越剧四宫调时期的一组唱腔，是的，非常明显。
当时啊，这个越剧的格局啊，还是以这个旦角为主的，一点都不错。对。那么在旦角领军的那个时代呢，乐坛同时呢也诞生了一批女小生名角。对，也有几位代表人物。是的，比如说这个涂杏花、马章花，就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人物。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次响起这里的掌声，要请出我们现在的小生的代表人物钱慧丽。以及我们的小生新秀张雨峰为我们带来涂杏花和马章花的代表曲目。那在这里要解释一下，待会儿的我们会听到的就是钱慧丽为我们演唱的一段桑园访妻。没错，就是何文秀的片段。但是这不同于我们非常熟悉的影派唱腔，而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大家掌声响起。待儿长相，为我来封监狱瓦人，可怜娘亲进城去，张西归到他人哎，千夫万婚。看看他们哇哇叫，只见是领出来句，见娇儿好似卷绒缎里，只见他上元节的王子啊。相拥望照明对呀，叫声子令心中的，他送大爹娘好运，他劝为娘定烈酒，临在手我听儿的。在地无雨沙上不从不走，端阳无影永往走啊！夜莺金丝问他的，为娘到草林山走。我总要把娘迎去，东南到上去。外地见红字辈，自讨举夫名人侣，这指望夫妻天上与地久，才知道你我儿女把娘走啊！再是母亲离白走到今日，那就懊悔落花拉雪，我在兰上无茶园，喜喜是堂院脸上是大雪，娘亲不肯回家走，儿情愿
几地总归是愿儿风情是名调女娘啊，儿好比姑娘坐在我那林间，娘好比明月从云不退，儿好比孤独小舟海上飞，娘好比无浪之上的拉成堆，儿好比骊山之父母啊用拉水，娘好比沉醉东北南西呀绿，儿好比三翠天风无将军，娘好比弓上断也难家绝，儿子三餐做饭难啊下自己不往人追，娘亲不肯为家追，儿要送在他中关处啊去。长大不应爱呀儿嘞，从此他年也命啊学，劝言儿昔日要你母子一两分醉，我坚决替他们走，再将公子的追到你那女啊，他是娘亲分拉路，手上比晴天霹雳惊我丫头，我啊内在在为呀家走，在与母亲诉情缘。本官胡文旭，奉为浙江靖安顺道海人，当办江湖上案，实人私刑。我杨柳闻得真相，母亲在九里上院，带我往上院一见。店家对我说那原因，我去身居养啊家门，我不到别处去出拉房，九里上院为呀来迎，迎过山里桃花渡，举过落里行啊风尘，七宝两锭穿啊打过，九里上院命运啊黑，举位做起你呀将人，但见人家神来书门，一座上院多啊名人，不知我去哪家等，那边玩具做拉布台，中间一对
木拉举门，用手上前去抬呀一拉抬，为何因灭把青天门眼关紧？破壁草多空桥，可是母亲望来人，听得那边父声响，上官场子下雨关。一切把为吾看一看。你夸把心子丢开，是我好把心来放。臣陛下不辞下人，臣去关顾龙恩，天儿做事太白冷，衣裳才知乱朝政，王室宗亲举把策，自今小人实公平。这么普家老用，并才能变不过结王离文，归昨年风结王令，岂用无道乱变更，犯罪下自古到天上无儿子，岂能自称监狱儿生？多则为这少刚不正，才娘子脾气是谢谢，谢谢。流派风格是完整的艺术体系，应该说成熟的
流派吧，都可以适应塑造不同的各种人物。比如说刚才我们同时欣赏的尹派，有这个沙漠王子算命，还有屈原天问，就表现了2个迥然不同的人物。那我们再来谈谈傅派吧。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一段陈颖的“既得草桥两结拜”，是这个体现的是傅派啊非常柔媚的一面。实际上呢，傅派还有非常激越的一面。比如说有一个戏大家非常熟悉，就是《情探》。中间有行路一折。这折戏啊是大家非常熟悉的，6字调的弦下腔。这个非常的激越，非常的华彩，把情绪呢层层推进。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出这个傅派传人陈氏来为我们演唱这段这个情探当中的行路一折。好，我们掌声欢迎。有请。交过音，黑人也成了你的客主，令你同往边境所拿王回。大僧也有官人白票。看过年你我把路引，眼睛等着那北京上。
黄道怒水，原来是黄河东去报效之泪。前面一字别进。边境在我心血是啊飞，在乡家是得过儿女的王魁，他在那三位路上站上坐对，杀得我就是你孤孤单单凄凄切切。千里望，今夜万官叫你到圣贤佛在。好，谢谢陈氏，谢谢。那么陶海，我们越剧的4出经典剧目这个《梁祝》《西厢记》《红楼梦》祥林嫂，被称为我们越剧剧种的代表剧目，久演是啊，久演不衰。其中许多经典的唱段更是脍炙人口。还没说戏呢，大家一看都明白了啊。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聆听越剧巅峰时期的声音，掌声请出张瑞红、方雅芬、钱慧丽。母亲的为你心，
前情发出素言，是英英小姐每晚必到花园烧香。前夕今夜要把母亲他啥来自，我定能看过十分清楚。亲爱的来宾，亲爱的朋友，广大的越剧爱好者们，大家晚上好。首先呢，欢迎大家来到逸夫舞台，我们大家欢聚一堂，来观看纪念中国越剧100年的纪念演出。是的，非常荣幸能够和我们的广大越剧朋友们共享这盛世。我是主持人肖亚，我是主持人陶海。穿的这身戏装，大家也许都不认得了吧？给我们一些鼓励好吗？掌声热烈一点，谢谢各位。当然了，今天晚上我相信大家的掌声呢，不是为我们俩准备的，是为我们越剧100年而准备的。是的，那么今天我们着意的穿了这套戏装，让我们一起把我们的思绪追溯到1个世纪以前，100年的辉煌。是的，让我们把起点看个清楚。那么应该说，在1个世纪之前，在美丽的旦夕之滨，那么一群这个说唱艺人，他们呢偶然之间走到了一起，登上了草台班。是的，从此呢，我们中国戏曲百花园地当中的一朵奇葩，就是越剧啊诞生了。那么从1917年越剧进入上海，算起来到今年是整整90个年头了。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我们和上海这座城市呢一起见证了越剧的发展，从最早的男班时期发展到了女子文戏时期，又从女子文戏时期呢发展到了新越剧时期，直至成为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剧种。那么今天呢，我们在逸夫舞台共同举办的是庆祝中国越剧100年演唱会，和我们的广大越剧爱好者们共同来庆贺越剧100年的华诞。我们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献给越剧100年。谢谢广大的越剧迷们，谢谢你们。那么对于越剧来说呢，唱腔当然是标志性的。小雅，你知不知道在这个越剧刚刚诞生的时候啊，都是男班的天下，称为小歌班。一点都不错，当时都是男演员来演唱的。对，那个时候越剧男演员演唱的时候呢，非常的简单，没有丝弦。就是靠手里的一副鼓板，所以呢，演唱的时候呢，那个声音就跌跌哆，跌跌哆，跌哆跌哆。所以我们老上海才晓得的，越剧最早叫啥？大家一道讲好吧？叫跌哆板，对吧？我们再响一点，1、2、3。多呗，谢谢各位，老有味道的，非常有特色。普通话这么说啊？帝都班嘛，帝都班对，跌多呗啊。所以呢，今天呢，首先呢，就有请我们越剧舞台的5位优秀的男演员，带着我们一起追本溯源，来感受一下男班越剧时期的演唱风貌。下面我们就来慢慢的欣赏。大家掌声响起，谢谢各位。李阿东，是刚那个是敲门了吧？敲门嘞！李阿东啊，快点开闸吵起啊！好来噻。8月13回家多，我的名字叫李阿东。父母双早死过，贫富才产存接了我。从小农村来长大，有钱人家上工做，那里做来夜里做，想我的人真苦累工一场菜呀，施工
何是公牛爱上菜，公牛公菜上位。那里做来夜里做么想我的人真啊真啊苦啊累啊，公啊爱上菜呀是公哦。何是公牛爱上菜，公牛公菜上位。阿杜啊，你去当啥错去？哎，我去的。哎，韩师傅。哎呀，那说不做人真啊这样道啊！哈个铃个铃铃个郎啊哎，你啊晓得我公公是哪里呀啦？每日天亮来呀去呀搞。手头挂了地方里，上班跑到华湾岛，遇见一个老头子，对啊公公说啊要啊好啊个铃个铃铃个郎啊哎呀，他听到天都大。东有望来西有望，游来游去是没啥好。一遇到月宫啊里，看见有个月亮婆婆说不是个泥鳅条。我公公手太太向月亮婆婆讨来一根那个说不是个泥呀鳅啊条啊个铃个铃铃个郎啊哎出了一座无事啊个门，就去抢龙骨啊一拉筋。前面有点闹盈盈嘛，后面有说浪清啊听。再过一入来过啊个门，门前两个关门人嘛，难道就是十来过啊门啊？啊个铃个铃铃个咿呀哎，为我妈妈，为我妈妈！哎呦！三叔伯啊！哎，弄懂啥人讨项目个啦？究竟姑娘你家公公真啊不拉好，三块老来真啊挂掉，踩了我这头毛啊毛，还是杀脱的黄毛毛，不是一只黄毛毛啊，单层毛呀，不是单层毛啊，这么双层毛，不是双层毛啊，这么哪个未必金丝毛了呢？一直不出金啊是啊毛，金丝毛来真啊包，惠州朝凤吃过包，银子万过3000条，3000条银子我发拉马条，日里干净条，夜到背元包，陪我银子3000条，万不是天来啦心拉条。不为我银子3000条，嘿嘿，看看我们老太婆啊，不听老爷与我接来想，做上子来当官高，高农公公也是老头10来年老，
手干艺术老么学历也要高，福利嘛也要高，哦哟，生理也要高，南京也要高，北京也要高，我们统统要起也高，高你呀有钱公公手干喽，陪我人知道怕了，事实说明我人知。看看我们老太婆，团圈要说你得闹，那因飞过不拉跟我，团圈这个我要靠，求求你们就近了，公公跟你起圈圈，陪我人子3000吊，一让我起来了先拉掉，不陪我人子3000吊，要起高那个要起高。你带走！他白拍，啥他白拍来着？我是他白拍啊，我是高好拍啊。对。他白拍来家伙拍，出缺伤人。不应该，像我自从来到此左右琢磨样样来，你离婚到牙王婚，7点人领了菜，根本侬自家不是个滚电当中困到老爱跑起来，碰着女人手里面看见现在两岸菜，动不动看看就是家伙牌。我开动还不够给自己个驱动啊！拜个零我一零我一郎哎呀，又换了服装了啊，就是喜气洋洋啊！是的，哎，小雅，年代也变化了。应该说，我们从听越剧开始啊，听的就是女子越剧。对，但是听了我们这种从乡土吹来的一阵清风，这个男班越剧之后，你的感觉怎么样？是，确实好像回到了当年这个农村草台这个演唱的这个现场，着实和现在我们看到的越剧天差地别，那当然味道完全不一样了。这是越剧100年发展历史当中的第一个阶段嘛？是的，据这个历史记载呢，1923年呢，在我们浙江嵊县呢，诞生了第一批这个女子越剧班。是的。当时的这个花山鼻祖啊，施银花呢，也在其中。是的。而且呢，他就是根据不同的这个，为了适合女调的这个演唱呢，创作了这个四宫调，又叫四宫腔。哎呀，四宫调、四宫腔的创立可是非同小可啊！它解决了这个女子越剧发展中的最根本问题，就是唱腔问题。是的，男调女怎么唱，对不对？对。所以呢，也迎来了女子越剧发展的一个新时期。一点不错。那么今天呢，我想可以大家在这个追溯历史的过程当中，来梳理一下越剧的发展进程，从唱腔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那是当然了，当时呢可以说是发展起了一批女班艺人。那么最出名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三花一娟，对不对？三花一娟。这三花呢是指施银花。这个赵瑞花，还有王杏花，一娟呢是越剧皇后姚水娟，一点都不错，对不对？还有一位演员叫小白玉梅，演唱也非常有特色。今天大家可以再感受当年这些女旦角的一些风采了。好的，那么掌声响起，我们请出我们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为大家带来这一时期的女子四宫调的集锦。好，大家掌声鼓励，谢谢各位。对哇。
有句功劳王东，愿他越老越拉近分啊！上报他来一呀三人，篱笆那句苦句难与观世音，宝玉两是独用的，早生贵子叫龙啊门，上报他来一呀四啊人，篱笆那大慈大悲观世音，宝玉去世上父母，帮那年啊成，上报他来地呀五啊等，篱笆那天寿天安观世音，宝玉天师多文女，下次头胎转啊挪真啊！上报他拉来的呀龙拉灯，篱笆那把一大是转世那一，宝玉啊领真玉啊领路，不
难道是有人找不赢，我停下步来听一听。哎，我呼天抢地叫救命，难道此地无好人？并非本土推文明。他能举目采父老，我定要自甘弥补良民。听他一番吩咐啊，其他的人儿也放心，莫生报下不报。自保自甘为良民，表弟永阳，多少穷人陪你，多少的女子上半身，大人这是要受冤死，百姓的冤枉哪顾身？他是可比中京巨人不惜命，我也想血色旁观不该应。我是觉得大人是恶妇，我粉身碎骨也关心。也罢，我也想跑着